把黑土冒油花，插上筷子也发芽，形容的便是北大荒。肥沃的黑土地是它最大的特征。北大荒包括三江平原、沿河平原以及嫩江流域广大荒芜地区，总面积5.53万平方公里，地势平坦，水资源非常丰富。这里气候寒冷，南部地区年平均气温仅2.6摄氏度，而北部地区为零下3.5摄氏度，极端低温可达到零下40摄氏度，全年无霜期大约只有100到130天。所以它和原来的岭南一带成为古代犯人流放的首选之地，蛮荒是它的代名词之一。那么北大荒是如何发展成北大仓的？为什么辛苦开垦半个世纪成为北大仓后又退耕还荒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加关注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北大荒虽然气候寒冷，无霜期较短，但地势平坦开阔，非常适合机械化耕作。而且黑土的有机质含量大约是黄土的10倍，土壤肥沃，再加上雨季与夏季同期的气候特征，得天独厚的条件非常适合农耕，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。建国后，温饱成了最主要的问题，中国开始大力开发北大荒，50年代末建立起国营农场。期间，在苏联的帮助下，中国拥有了可供30万亩大型谷物耕地农场使用的全套机械设备和专业的土地、农艺专家。最主要的是，中国14万转业官兵、10万知识分子和20万支边青年都纷纷自愿来到北大荒开垦，场面如火如荼。60年代初，自然灾害严重的情况下，粮食危机严峻，北大荒向国家交出了1.8亿公斤粮食，还出口了300万公斤大豆，堪称是一份完美的成绩单。随后，约有7万名解放军官兵复员转业来到北大荒。60年代末，又增加了54万城市知识青年和大批现役军人，他们迅速投入北大荒的生产建设，每一年的粮食产量基本上能够养活全国1/6的人，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。90年代末，北大荒实现年产85亿公斤，可提供65亿商品粮。经过积极分子半个世纪的开发，北大荒的耕地面积已经超过了3560万亩。大豆产量占全国30%，玉米产量是全国的50%，稻米产量是全国的25%，能养活1亿多人，还能出口俄罗斯等国家。同时，它还拥有大型农牧场113个，企业2000个，农业机械化程度高达98%，成功转型成机械化的商品粮基地北大仓，累计生产粮食7000多亿斤，向国家交售商品粮高达6000多亿斤，成为全国重要粮食供给地。一眼望去全是粮食，也解决了就业问题。那么如此高产的北大仓为什么要退耕还荒呢？60年艰苦奋斗就这样付诸东流吗？之所以要退耕还荒，主要是北大仓在开垦过程中生态环境遭到了一定破坏，而且退耕还荒并不是指什么都不种，而是将北大荒进行更加合理科学的划分和运用。并且需要聊的一点是，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，杂交水稻等优良品种的出现，让中国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，不再像以前一样光靠大量开垦土地来增加产量，而是利用先进技术，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粮食，做到精种广收，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力量。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中国，不再需要过度的开垦土地来获取粮食了，并且现阶段中国粮食储备充足，人们生活幸福安定。从前2年疫情停工停产，所有人非必要不出门就可以看出来，即使农民们不再劳作，我们依然能够每天获得充足的食物。不同于国外超市被抢购一空的货架，足以说明我们国家的粮食储备已经能够供养起所有人了。因此，我们的目标自然就要从最初的单纯解决粮食短缺，转变为恢复生态环境。为了能够加大粮食产量，增加土地利用率，北大荒的开垦程度非常深，过度开垦造成了森林面积逐渐减少，黑土地表面不平整，变得坑坑洼洼，水土流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。最重要的是，黑土的有机物含量也在减少，从1米深变成了少于40厘米，有些地方甚至从黑土变成了沙子，造成土壤肥力下降、粮食减产等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
研究资源和环境专家表示，形成1厘米的黑土地表层至少需要400年。如果再不进行调整，50年后黑土可能会消失，届时粮食的产量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。除了水土流失严重外，北大荒的湿地面积减少的现象也不容小觑。东北地区以沼泽和湖泊为主的湿地类型面积约有556万公顷，其中包括长白山山地和大小兴安岭等。湿地除了能够保护生物多样性之外，还能够起到提供食物和涵养水源、蓄洪、调节气候以及发展旅游业等重要作用。随着人们对北大荒的开垦力度不断加大，很多湿地被当成无用之地，面积缩小范围高达50%，导致空气湿度和降水量不断减少，气温升高，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，大批野生动物丢失栖息的家园或被大肆捕杀，梅花鹿和东北虎等珍稀动物甚至面临灭绝的状态。如果不重视这些问题，原有的湿地将会失去这些环境调整功能，北大荒可能会再度回归荒芜，造成不可逆的生天环境退化。国家当时开发北大荒地区的决定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，在当时看来是十分正确的。可是我们光顾着发展，没有进行保护措施，让这片土地不停地为我们贡献自己的生命。恩格斯曾经说过，我们不要过于陶醉我们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胜利，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，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。我们看到的都是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这种正面新闻，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东北农村地区，你就会发现这里的生态环境是一天不如一天，这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。北大仓地区年平均降水并不多，多集中在夏季，并且夏季的时候暴雨频发，过度开垦导致地表植被破坏严重。面对夏季十分猛烈的暴雨，土地根本无力抵抗，因而经常遭受严重的水土流失。另外，春季积雪融化所产生的径流也会冲刷着土地，如果再不慎遇到暴雨，水土流失就会特别严重，更严重的还会出现类似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景象。面对这样的天灾，我们束手无策，况且地表植被也不可能几天就迅速长出来，前期开垦的保护工作没有做好，才会让这种天灾能够有机可乘。除此之外，随着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，松花江、乌苏里江、黑龙江等河流的水资源出现污染和流量减少等情况。河流流速因为开垦田地的挤压而发生变化，很容易发生水灾或者河流泛滥等问题。由于这些问题，中国从2001年开始就停止了开荒湿地，用3年的时间种植了900万亩森林。2010年后加快进度，积极推进对不宜耕种的土地实行退耕还林、还草、建设天然保护林工程。有人担心还荒之后粮食的产量会减少，更担心饥荒问题卷土重来。但实际上，北大仓依然是北大仓，不是完全不种了，而是选择性不种，转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，并不是白白浪费。数十个科研机构和数万名科研人员采用因地制宜的方式，积极培育优良品种，建立病虫防治体系，科学保护耕地，在减少使用耕地土地面积的同时，提高粮食产量，保证每年能够产出近100亿公斤的粮食，满足人们的粮食需求。经过20年的努力以及科研人员的辛勤劳作，北大荒退耕还荒的面积达到数十万公顷，人造林面积达10万公顷，保护面积多达20%。14个湿地保护区使湿地面积增加到407万亩，野生动物增加了50多种，发展到224种，东北虎和丹顶鹤等又活跃起来了。2021年北大仓的农业机械化率高达99.6%， 2020年的农药用量减少669吨，实现绿色生产，还建立了绿色食品管理体系，优化种植产业结构，做到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，实现生态保护和粮食高产的双赢。无数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，要想长久的发展，必然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，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，只有放远眼光，尊重自然，顺应自然并保护自然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，才能走得更长更远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想看北大仓恢复后的美丽风光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的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发展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